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下周就要过年了。一般来说，照这时候应该是最安全、最平安，大家可以开开心心过好年的时候。不，现在此时此刻，台湾上空正在战云密布。你看到今天这两张图，大家真的全部都吓了一跳。第一个是在2月10号的时候，竟然有2台美国的 B-52。咻咻咻的跑来了我们台湾东南方吕宋海峡附近来活动，而且完全不遮掩，就是给你看的。你说一天而已，没有什么。今天2月12号的时候，你看到就有一架 B-52，甚至 KC-135的加油机都要过来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刻 B-52会在台湾周边这样绕来绕去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4月份就是川习会了。在川习会之前，这个 B-52就是川普持续的一个施压对象就是习近平。而中国有没有这个压力？当然有。所以你看到南华早报今天抛出了这一篇新闻，讲得非常非常白。他说，熟悉会谈情况的人表示，北京一贯将台湾视为最可能引爆冲突的焦点，所以美国近期对台湾军售可能危及双边关系的进展。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军售的加码，甚至台湾的无人机 Shield 的 AI 跟台湾来合作等等，尤其你看到最近国际的局势的发展，包括伊朗，美国已经派了第2台的航母过去了，感觉要结束这件事情了。乌克兰的战争感觉也要来结束了。当这两个结束之后，现在川普只有一个大方向，就是中国，所以他现在各种的施压都是冲着川习会而来。他为了川习会的筹码，不断的在堆叠当中。所以松哥，今天所有人最 shock 的是什么？下礼拜台湾就要过年，开开心心。我真的不想用战云密布4个字，但是这样太吓人了吧？对 ，B-52，我们都知道这个 B-52上去，一下来是可以把一个国家整个灭了。没错。结果2月10号的时候，竟然出现在台湾的东南方。没错，我们在地面上感觉到说，要过年的气氛，大家都和乐融融，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吧，在此时这段时间，从10号到现在的台湾的上空里面来说的话，美国跟中国的军机呢，事实上在这附近绕来绕去，在较劲。没错，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2月10号的时候，当时呢有2架美国的 B-52轰炸机从美国的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之后执行任务，然后他又来到了这附近，他约莫是在来我们台湾的这个东南方，还有吕宋岛这个地方来活动。好，那活动的时候呢，那紧接下来的话，12号就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又注意到有2架这个 KC-135的这个加油机呢，从这个加手纳基地飞出来的话，它似乎是往西南的方向，似乎是会来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美国会在这个地方？因为说真的，2月11号跟2月10号就今天的时候，中国军机大量的出现在我们台湾来了，对，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他2月10号看到今天全部都来了，对，他知道那个危险了。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很简单，中美目前为止来说在较劲，尤其是中国似乎也意识到了现在的俄乌战争呢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对，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因为这个美国停掉了这个星链之后呢，俄罗斯的战局开始逆转。所以现在你没有注意到，现在泽伦斯基就说，我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方案要准备进行一个公投嘛，意思是可能要结束俄乌战争。那如果假设俄乌战争结束了之后，川普现在要对付的对象就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对，好，那所以接下来今年的中美之间的较劲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好，那我们知道，事实上现在不是说，这个4月的时候，川普不是要访问吗？对，那其实呢，美国就说，我们考虑是3月31号到啊，但是问题是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可能卡到中国的这个清明节嘛。对。但是显然美国不想管你嘛，但是中国一直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个时候来嘛。所以你看，现在显然双方在就这个川普访问中国，也在互相较劲。而且这很有意思哦，这是南华早报的独家报道。他会说清明节，美国哪管你什么清明节，我就3月3号。所以这边是什么？释出一个讯息，是好像可以再调个日期。对，没错。好，而且他说呢，熟悉川普的人是说，这次没有美国企业会加入，所以等于是说这一次呢，搞不好就川普一个人去，没有其他美国的商务代表。好，另外是什么？但是呢，这个习近平这一方面来说，丢出一个讯息，他说呢，北京一贯将台湾视为最可能引爆的冲突的焦点，并警告称，美国近期对台湾的军售可能危及双边的关系的进展。所以这个其实赵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中国军机要来？因为当然就是跟美国的军售有非常大的关系。台湾目前为止内部在审这个军购的预算都有非常大的关系。那美国卖军售给台湾来说，当然刺激到中国，所以中国要来这个地方耀武扬威。但是美国这个时候他也来这个地方跟你互相的较劲。
好，那我讲为什么中国会那么不爽？第一个，除了当然我们知道说目前为止的军购之外，不是我们前几天的报道，接下来还有一批200亿美金的大军购。还有另外重要重点是什么？我们的国防部呢，跟我们的中科院呢，跟美国的新创公司 Share AI 无人机的平台，我们要打造一个无人机的这个战队。你看这个美国都一直在不断的强化台湾啊，所以这个的确，你看所以为什么中国要警告你这样会危及到双边关系的发展啊？双边关系的发展的时候，所以我就来这个台湾绕一绕。那美国当然也来这个地方绕一绕的一个状况。而且松哥为什么说现在台海正是这种战云密布怪星哦？因为这真的是很可怕一件事。B52它上面都会带有什么？可能跟核子武器、跟核弹是有关系的。没错，千万不要忘了，美俄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5号就已经到期喽。结果你B52出现在这个地方，对，没错，你不可能去弄台湾嘛，不可能。他真的是冲着中国而来的。对，好，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时序点哈，时序点就是2月10号的时候有2架这个 B52的轰炸机来到这个地方嘛，好，那我们讲 B52轰炸机叫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它的载弹量相当大。那因为什么它来的时候会故意要派 B52轰炸机呢？因为赵尔美俄之间的新战略的武器裁减条约已经结束了，结束之后美国就说什么？我们要过去了，我们都因为美俄的这个条约，我们在轰炸机上面我们都不会放这个核弹，现在我们可以放核弹了，所以它就有这个 B52轰炸机可以投弹的这个核弹，它就又配上了这个 AGM-86B 的这个空射的巡弋飞弹，就放在上面，好凶。那这个是可以投射核子武器的哈。然后美国还说，我们要这个增加义勇兵3型的这个洲际导弹的这个弹头数量。所以呢，他们美国是说有要这样做，但是这2台飞机上面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可是赵尔他就是来了之后，就让你觉得心惊惊嘛，对，他就在吓你嘛。好，那我想我们把时序记得，这2月10号，对，就好。2月11号，你看我们国防部说什么？他说我们今天凌晨这个今天7点44分起，共侦测到11架次，不同型号，包括歼16、轰6K、鱼20。轰6K 对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轰炸机嘛，对啊，就这样。然后就所有飞机就进入我们东南防空识别区，飞往西太平洋的方向，进入这个飞往西太平洋。他不就在这里吗？对啊，美军是在这个位置，是啊，所以往这边杀过去了。所以他们就互相的对看嘛，你来我嘛来。对，好，那紧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想今天的时候。就后来我们在那一天的这个报道里面来说的话，我们还写了一个什么针对长途飞行，那我们已经密切关注。那长途飞行是谁？长途飞行当然是美方长途飞行嘛。对，好，那紧接下来看2月10今天的时候，你看今天有各式各样歼10、歼16，这个空间500等等的一大堆，一共有37架次。所以你看美国这个今天中国又来了，对不对？然后紧接下来的话。美国今天也来了，为什么中国会 keep 不破呢？一定这时候要来巡一下台湾呢？因为他们看到一个让他们觉得不能够接受的这个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跟中科院呢，我们中科院跟美国的这个 Shit AI 呢达成一个协议。对 ，Shit AI 会把这个它下面的 HiveMind 的平台呢，跟我们台湾的无人机呢互相的结合，尤其在开发台湾的 AI 无人飞行员的这个开发。他说让操作员可以透过单一地面控制站。可以同时的监控多架无人系统，只要在地下，对，在地面，对，我可以一次操作这么多，对，没错，就跟我们之前讲那种无人机地狱景象是一模一样的。对，也就是说，未来的我们作战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只要这个下面有一个人，他可以同时指挥，包括无人机啦，搞不好如果有无人船舰，你也可以指挥，甚至无人潜舰，你也可以指挥的一个状况。好，透过跟他合作的时候，Share AI 会投资台湾建设，会跟台湾建设所谓无人部队，对，提供顶尖的 AI 飞行员技术，那使无人机在跟 GPS 还有干扰都连不上的时候，进行执行任务跟编程。就是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如果我们有要玩无人机的话 ，GPS 没有了，它自己会飞，它就倒了，它没办法对。但是现在是，即使因为它有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它自己有 AI 的能力，就是你真的假设你跟前线完全跟后方指挥系统都断联的时候，它还可以自己执行任务。实际上这也非常有意思啊。Share AI 来说，跟我们签这个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一个 Share AI 的这个总裁嘛，他是前海豹部队的这个突击员，叫 Brandon 曾。Brandon 曾，大家看到这个样子，他好像是华人血统啊，没有错，他真的就是华人血统，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台北101设了这个办事处了。好，那他是谁呢？
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往回追的话，他说他以血统来说，他叫曾国光，中文名字。他是曾国藩，就是我们要说这个后来这个晚清时代的这个湘军的头领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了，他的第5代的孙子，第5代子孙。对，所以你知道，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对，他就说什么，他爸爸是在台湾出生的哦，他外祖父的，他祖父是在2战的时候在中国军队来到台湾，所以他等于是跟台湾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渊源啊。那现在他又回到台湾来说，你看他说什么？我们会聘请台湾在地人才单位高级的这个职位，致力于保卫台湾。所以等于是他跟台湾有这一段渊源之后，他现在又回到台湾来帮助台湾把我们的 AI 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技术呢，把它升级的一个状况。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美国这一方面来说，他们在无人潜舰的这个研发，因为无人潜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战平台。你看，他们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发了一个叫做全新的叫巴木曼的一个新的这个多功能的这个多任务自主水下航行器的这个构想。好，那这个构想来说，他们有自己，你看啊，这是他们的网站上面这个网站上面的介绍哦。台湾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在做这些相关的演练。我的军队在这边，你的军队这边怎么互相演练的一个状况？这太有意思了！这张图里面竟然有台湾，对，而且就在台湾这下方，是，所以它用意也够明显了。对，没错。那它是做什么呢？它这个叫做这一款叫被水下无人航舰，然后它可以主打逆中渗透，还有拒止作战，对，然后还可以规划搭载无人机的这个发射模组这样一个情形。那他说未来如果正式投入实战，现在还没有投入实战可以减少这个传统武器这个载人平台的这个依赖，成为第一岛链防卫中不可忽视的变数。好，那我们在讲，那它到底多厉害？因为我们应该有看过这个巴木曼，或者是这个新山曼，对，它就是会它不是就会贴在鱼的上面吗？它其实也是这样，你看它就是有一点类似新山曼这种所谓吸盘这样子哈。那吸盘的时候它怎样？它会躲在这下面哦，对，它会躲在这个潜舰下面。对，没错，而且它出任务就跟这个潜舰一起出任务。对，因为我们要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赵尔，如果我们从岸边发射这个所谓无人潜舰出去，它总不能跑太远嘛。对。但是如果它是在我方，它有2个功能哦。第一个，它可以在出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我方的潜舰下面，所以它等于是搭载在我们的潜舰下面，或是海面舰上面。对。比如说航空母舰，它下面也可以粘在上面，那潜艇我也粘在下面。好，我就跟着航空母舰，或是跟着潜艇往外跑，所以它可以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作战。等到我跟你短兵相接，我知道这边似乎是有一个潜艇的时候，它就可以脱离的时候，它就自己到它的海里面去这个进行。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它要部署就变得非常非常容易。对，它可以随时，我只要潜进到什么地方，我都可以部署这个啊，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方便，它就说随插即用。好，那随插即用来说的话，它在里面来说的话，它在海底面，因为它有叫氢能产生器。对。所以它在部署的时间，它可以一直不断的在海底里面，所以它可以潜伏在这个，你看它是潜伏在这边。它潜伏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补充它自己的 power， 是又这么厉害。对，然后补充到之后，它还可以侦测到，有人经过了，对，或有潜舰经过了，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它可以这样直接发射鱼雷。它如果假设未来的这个构想里面可以发射鱼雷，所以鱼雷的话，它就直接可以击中，对，因为它在那边躲了很久。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这个地方啊！潜舰经过，他可以直接发射这个鱼雷把它击毁。对。另外一个说，假设他没有鱼雷可以击毁它，那怎么办？他可以浮上来。浮上来的时候，他怎么样？浮上来，他当然也可以发射飞弹，他也可以攻击，譬如说上空的无人机啦，对，或者上空的一些装置，他也可以。那或者浮上来跟谁？跟 F-35联系。他跟 F-35联系之后呢？F-35，我知道他现在在这个哪个位置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潜舰，然后给 F-35一个作战平台嘛，它可以连续到最近的一个作战的这个平台。所以它要么可以杀人，要么可以炸人，它要么可以提供情报，甚至可以用电子干扰你。对，没错。所以你看，它可以躲在海里面这么久，那就是非常强大的武器嘛。对，它甚至还可以躲在敌方的下面。所以我才说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概念是这个巴木曼或新山曼这种概念，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崭新的这个作战这个武器的一个展示。所以宋哥，我们今天再回头去看这一张图的时候，完全看懂了。对，这个是美军，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巴木曼，对，这些就是所谓的解放军。对，为什么现在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冲突会突然拉高呢？因为中国跟美国似乎都意识到未来的竞争对手就是对方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俄乌战争快要结束了。俄乌战为什么快要结束？你看啊，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说应乌克兰的要求，伊隆马斯克的 Starlink 封锁俄军的这个网络存取。对，也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我跟他讲啦，事实上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的时候，他
它也可以接受星链啊。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星链，因为你又没有，我只要有星链的接收盘，我就可以用啊。我偷偷用，我都可以。对，所以他在作战的过程里面，他因为星链呢，他受到了非常大的帮助。就没想到他就说，现在因为伊隆马斯，因为乌克兰政府一直要求说你把它断了吧，就伊隆马斯克就说好，我就断了。断了之后呢，你看俄罗斯的军事部落客说什么？他说这个变化使俄罗斯的军队倒退几年，他被迫重新使用这个有线网络，还有 WiFi， 还有无线通讯的这些过时的这个状况。那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有其他的方法。他说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找到最新的这个高速联网的这个状况。他只星链被拿到，他的技术跟什么整个实力倒退几年？是好，那么严重。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这紧接下来的话，伊隆马斯克他就自己发表在他的这个 X 上面，他说：“看来我们会阻止俄罗斯未经授权使用的星链服务，而采取的措施已经奏效了。”好，这样，然后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的部长就说：“感谢您与我们并肩作战，您也是这个自由的这个真正捍卫者，也是乌克兰人民的真正朋友。”所以显然，真的奏效了嘛？哈，那它怎么奏效呢？因为很简单，我们知道说过去星链是要有个接收盘嘛，对。但接收它现在是这样子的，它接收盘就是说，请你乌克兰政府，你给我你手上有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接收盘的代码，你有什么型号，哪些台，我就把它这个开启，不然的话，我全部都把它关闭掉。对，所以就变成是这样。所以等于是说，你看乌克兰官方登记的还有验证的，就获得讯号嘛。对，然后俄军是黑户嘛。所以它会变成是专块，所以是这种白名单，直接把它筛选掉。对，把它筛选掉。对，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就说了，他只要监测到就星链在天空嘛，他监测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空中出现这个终端机的移动速度超过75公里，假设就是装载在这个高速的巡弋飞弹或无人机上，对，连线就会自动中断。所以就假设你还是真的可以用到我的星链，那一个无人机过来的时候，你用我的星链，那超过75公里的时候，我就把它废掉，结果它就掉下来，就没有用了。对，没错，跟砖头废铁一样了。对，没错。那我就讲，因为这样的话，俄罗斯要攻击乌克兰就变得困难度比较增加嘛，而且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面就变得有点进退失据。这是原本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他们的这个作战，目前为止获得领土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蓝军就是这个乌军哈，人家乌军你看已经推进这样子，至少在3个点已经开始这个杀进来了，对不对？第一个点叫扎波罗热，扎波罗比较南边这边，你可以看到他们乌克兰的这个空军开始对它进行这个轰炸，不断的轰炸，然后轰炸这个扎波罗热附近的这个村庄里面的俄罗斯的这个军队。你看乌克兰的军队就已经开始把这个国旗都弄出来了嘛，说我们往前推进了非常贡献了。对，然后另外在这个罗斯托克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你看这么多俄罗斯的军人，我们用无人机把你标定之后呢，炮轰然后就你看。标定对无人机马上就炮轰你，然后就把你干掉了，对。然后还包括说很多这个炮兵集团呢，对他们的步兵进行一个扫射，所以你看这个根本就变成不对称作战。为什么？因为现在我讲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俄罗斯军队现在没有网络啊，他现在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呀，他就只能一路挨打，对不对？然后还有在第聂伯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就是他们目前为止都用大量的无人机，因为你有网络才能用无人机，你有网络你用无人机个鬼啊！我是跟盲人一样。对啊，所以就变成是这样子。好，那尤其是现在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军情6处的前处长就说，苏阿战争就是当年的这个俄罗斯入侵这个阿富汗这件事。他说1997年这个到1979年到1989年的话，只有15000名的这个苏联士兵死亡，但是目前为止来说啊，英国就说去年12月就有3万名俄罗斯人死亡。那俄罗斯现在用什么？照我要用这个。这是我们以前都看到什么小耳朵，对，没错。现在又感觉又回到以前的东西，是拿出来用。对，没错，因为没有星链，那怎么办？俄罗斯就说 OK， 好，那我们现在用我们国内我们自己也有卫星系统啦，我们用的是亚马尔的卫星，还有快车的这个卫星啦，哈。然后他就说，你看它的接收盘，你看啦。它的接收盘就比较大，对，你看对比，这也太大一个了吧？对啊，没办法，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啊，你几十年前跟现在星链比，当然差很多啊，哈。你看它要架设这个接收器，然后还要接线之后要设定频率，然后还要伪装起来，这么大的这个接收器，你怎么伪装？很难伪装啊，所以这很容易被这个乌克兰把你处理掉。你看人家星链的这个接收盘就这样，一个背包大小。对，重才1.1公斤，这个比人还要大，对，用扛的嘞。对，而且你要伪装也很难伪装啊。说真的，我要打掉你非常容易啊。好，目前为止来说，的确让整个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作战受到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好，
那还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在作战的过程，因为空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制空权非常重要，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你看哦，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地方，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如果俄罗斯呢要攻击乌克兰的这个领空的时候呢，他都会把飞机放在这个地方，它叫阿赫图斯宾克的这个基地，在这个地方，因为距离乌克兰大概约莫是500公里，很快就可以飞到，对不对？飞到就没有问题，就把你轰炸到乱七八糟。可是最近你知道吗？乌克兰也知道，所以乌克兰也派很多无人机去，然后美国也盯着无人机，有用这个卫星在盯着你，就没想到你知道他们最近发现什么？这个飞机就不见了。不见跑到哪里去？就他们就搜俄罗斯所有的军事基地啊，搜，发现到什么？他们跑到了黑龙江东北部的这个这个所谓杰约姆级的空军基地，在这个地方，他还可以把它放在中国跟俄罗斯边境，这个这么远，对，躲避战火，上好几千公里，那为什么要这样？你看，现在卫星都拍到了，你看这个苏35、苏57的飞机都在这边啊，苏57还有各式各样的，连这个所谓的对直升机全部都来了，苏35有没有？对，57，对。标的都有了，苏57，对不对？这个还有这个米格38B，然后另外各式各样的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把它移到这边来。为什么要移到这边来？因为呢，我现在眼睛看不到，我怕被你打，所以我就先把它移到这边，保存战力。所以我跟你讲，事实上从这些蛛丝马迹，你可以看得出来，的确，这个伊隆马斯克关掉了这个星链之后，的确让俄乌战争呢出现了一个反转。那至于说会不会真的有机会有曙光，我觉得。这个目前为止的泽伦斯基的动作就是可以告诉你一切。一旦泽伦斯基开始真的把这个和平的这个所谓的和平书，或者说相关的条件，或者说相关的这个领土谈妥之后，我觉得接下来俄乌战争结束应该就不远矣。国正，我们刚刚讲，现在台湾是什么？战云密布。但你说现在连 AI 也是战云密布，现在中国也要去搞一个什么？你看哦，这是华尔街见闻，这是他们自己写的。中国大模型春节档打响，他说现在呢。春节不单单只是消费的狂欢，更演变成中国 AI 巨头们移动端入口的速度与激情。你说，你形容这是中国 AI 要搞一个偷袭秀了？他们又想搞马年大突袭了，因为去年12年他们成功的搞一场大突袭。你知道去台湾有史以来过年之后开红盘跌最多的是哪一天吗？就是去年的过年一开盘跌了1000多点，最后收盘跌830点，创下台湾过年后开盘最惨的跌的指数。对，那时候辉达跌多少吗？跌了6000亿美金，所以整个台股全部吓死了。大家过年第一天就是去大安森林公园找位置抢纸箱。现在中国又想重演这件事情，想再来，就是去年为什么台股跌那么多？就是因为小蓝鲸 DeepSeek 问世，然后不用再辉达高阶的晶片就可以用 AI 嘛，所以这一件事情被中国定义叫什么？春节偷袭战术已经是行业教科书了，所以2026年所有人都要搞这一招。所以我现在先告诉大家，今年过年大家不用紧张，因为他们会全部都在搞 AI， 中国 AI 的工具流量会暴增，但是大家挺住。顶多跌一天，因为后来都是假的嘛，哈，所以我这里先讲啊，今年他们有多凶狠，你知道吗？你看字节跳动，还有一个叫豆包啊，专门在做什么 AI 做影音啊，7.2啊，然后他决定什么时候发表2.0，2月14号跟申购机车要不要给人家活啊？过年的年假第一天，台湾年假第一天，他发表这个，好，阿里准备30亿要送红包哦，什么时候？阿里签问3.5，什么时候发行？他预告叫2月中旬哦，过年期间真的狂弄。对，好，再来，它有一个比较小的，叫做智谱，它什么时候推出？2月10号，又是过年前，对，第3个了。好，再来小蓝鲸 DeepSeek，因为它玩上瘾了嘛，去年它爆红嘛，过年只有红1个月嘛，结果它也是2月中旬，所有的时间一推叫什么？不要让你过年，所有人都要在马年2月中旬，特别是整个春节除夕那一天，又来搞大突袭，因为想要重演什么12年大突袭成功，狙击什么？辉达跌了6000亿美金呢？对，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大家吓傻了？过年跌1000，当初的流量就突然间使用量 DeepSeek R1 使用量就这样暴冲上去啊！所有 Google 啦或GPT 啊，全部都在下念啊，确实有吓到人嘛。因为中国人过年都在干嘛？是3亿人，是4亿人，全部都在家里滑手机啊。所以当然，整个访问量，当年1月的时候，真的过年期间整个吓傻了，所有人都在问什么 DeepSeek 到底什么 DeepSeek 什么。所以中国 AI 人现在在抱怨什么，你知道吗？你做牛做马也就算了，做了1年的牛马，结果过年还要做牛马。所有 AI 工程师怎么3年没过好年了？因为现在整个农历年期间你要干嘛？
全部都要准备好，因为流量会暴增，算力会暴增，电信设备什么都不能停啊，因为多辛苦。所以这个过年对于中国这种 AI 业来讲，那是最黄金的日期，不准给我休假，不准给我去过年假。这时候就知道冲刺要搞突袭的时候了，工程师都要在线上，因为你流量会暴增啊，所有人都会大量使用啊，抢过年啊，过年发布流量暴增上来，所以但是这会有机会吗？因为整个4大现在4大全部都希望在过年把整个流量穿出来，所以今年的过年整个中国战云密布不是只有我们看到了乌俄战争的现场包括中国的 AI 以及美国纳斯达克也要踹雷弹嘛。不过我这里要告诉大家，没惊了，大家不用怕嘛。我们把一整年的数据抓出来了，当然曾经红过一阵子了。不过你全年下来 ，GPT 还是第1嘛，再来 Gemini 是第2嘛，再来 Grok 嘛，还是谁？还是我们习惯这几个，还是第1嘛？你现在看不到，所以你今天完全没有看到 DeepSeek 世界上面，对，看不到1、2、3、4名，他在第5名都没有了。我说了嘛，红了1个月嘛，但是大家也吓坏了嘛，所以这里提早预告大家，今年不要再怕了如果过年期间不要叫我再上班了我不要上班了。那但是它流量会不会暴增？我告诉你，它这个方法一玩下去，流量一定会暴增，绝对会的。中国的所谓的 AI 工具一定会有很可怕的暴增。他们现在怎么玩，你知道吗？中国第一次用 AI 工具登上春晚春晚直接用 AI 工具对，用包括4大卫视啊，东方卫视、浙江卫视、江苏、河南卫视，春晚都跟阿里千问要合作，然后直接上看节目啊，互动啊，送30亿人民币这里是30亿人民币130多亿台币大红包啊，而且中国人都在干嘛？都在看春晚。我一定滑手机看春晚，我就去抢钱，抢钱，流量一定爆掉的。流量会不会爆到1亿？有可能嘛？我们刚才讲5000多万都已经吓坏了 GPT 他们嘛，吓坏了 Gemini， 会不会春晚当天一定会爆炸？到时候不是阿里千问多厉害，而是中国想到一招地方卫视。好，腾讯。中国人也很厉害，10几亿人在送红包，过年很喜欢送来送去嘛，所以腾讯它有什么微信支付送红包嘛，它也用元宝也会送红包，准备了10亿台币，也是45亿，也是很大。他们都在砸钱。对到时候你会不会看到一个消息说，腾讯的 AI 使用量大增？当然会，因为这一招用下去。过年期间暴增嘛再来百度有点烂，但是百度也玩，它手笔比较小，也是5亿，一玩下去，百度的也会突然大增啊。好，输人不输阵，抖音也来，它豆包也会送红包，但是它没有总金额，但是让你不断的领钱。所以从2月13号开始，整个过年期间开始拼命的，整个中国不管什么过年，今年的过年全部都是 AI， 你走到哪里 AI， 所以会不会流量暴增上100亿？14亿人每个人上10次不就100亿吗？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发生，会不会冲击股市？大家就不要怕了，因为他们玩一招已经玩腻了，甚至连这一招都要玩台湾所以大家也要心理准备。对，连团团圆圆、熊猫都要拍成 AI 电影跟 AI 故事，把中国赠送台湾民众的我们木栅动物园，我是文山区的团团跟圆圆的故事，经历责难终于团圆故事，完全都要搞一个 AI， 他就要趁过年把所有 AI 全部都炒了起来，甚至连 AI 都要搞来统战，然后统战我们台湾好不容易团圆的故事，是中国第一部 AI 电影，然后叫做《团圆令》。哇，我们要习惯，他现在已经用 AI 统战 ，AI 来所谓的大内宣 ，AI 来证明中国国力很强。所以大家稳住，过年开盘，大家对台湾的 AI 有信心，不要被中国的流量骗了。宇轩，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在春节期间，习近平一定会搞一件事情。大慰问，结果我们之前才讲说，在慰问的时候只有讲6个字，其他都没有声音。今天真的把声音直接播出来，这个是看到了他专门去暖心拜年这些快递员，果然跟我们之前讲，习近平为什么要被消音？因为没消音会出大事。今天他跟快递员讲这些话，真的出大事了。但是国珍刚才特别强调说 AI 的一个重要性特别是在中国到底会不会超越台湾，超越这个全世界，不知道。但我肯定知道一件事情是习近平很需要是这个 AI 的使用者，否则场面真的太难看了。因为呢，他跑去看谁？他看的是这种快递员。对，那这快递员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讲不是朝9晚5，是朝9晚15，就是做到非常晚，一天工作15个小时。所以呢，习近平就问他说一般一天工作时间有多长？结果呢，他直接跟他讲说，我从早晨工作到晚上10点多吧，累死了。对不对？那就是15个小时啊。
你就是工作15个小时啊！就理论上来讲，习近平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他应该讲什么呢？啊，这个太辛苦了，太过分了！我马上请你们上面的主管来了解了解，是不是要怎么加薪，还是帮你们做卫福？就不是赵和，他听完之后，他就只有一句话，对，他说希望你们都能够生活得好，工作得好。脸完全没有变化，哎，对，而且他这就是说，哦，这样子，他说，哦，你15个小时哦，好辛苦哦，哦，然后场面就尴尬了，瞬间，然后就你看我看你，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讲说什么，然后他也没有任何表示，本来想说是要加薪吗，还是有红包吗？就是没有，最后习近平讲说，哦，这样啊，那我跟你们拜个年，哦，没有，是我们跟总书记来拜年，哎，对，他就这样，就我们跟你拜个年。然后就没了，就结束了。那问题是，你知道吗？他去的时候还是离峰时刻。那这是一个，他本来是要去看这种我们讲的他们吃饭嘛。那因为他们那个中午的时候已经观察完了，就后来离峰时刻又看到这2个人躲在那个小房间里面，他们其实正在休息，正在吃东西，代表说他们已经忙到根本没有时间吃。然后习近平就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中国网友看到，我们俩就觉得说太离奇了，但是没有比这个还离奇。这是谁？这不是快递员哦，这是外送小哥。就是呢，你看到一群外送小哥哦，通常在中午这种最尖峰的时刻呢，聚在一起来，正好来，这是他们的年终慰问。他本来跟你讲说，来，大家聚在一起，对，我们年终要来慰问大家。哦，有发钱哦。对，就你看他们在干嘛？吹唢呐。等一下，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对，吹唢呐。哎，对他们就一群人，这是唱衰吧？乐队哦，然后聚在一起，然后开始吹唢呐啦，然后敲一些铜把啊，然后呢，你看这些外送员的表情，我是谁？我在哪？我到底看了什么？然后而且重点是哦，他不是吹而已，不是唱而已哈，他还要求他们要跟着一起合唱。对，就是你也要唱啊，你也要唱啊。所以你知道吗？很多网友看到这个之后，而且这首歌是叫什么？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一起来合唱。对，你知道他们矛盾在哪？他一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不对？他一边在看自己的手机上面有一个订单，说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啊，那问题是他也不能走，然后订单一直进来，然后他就只能眼睁睁的看这些人呢。我们讲在这个，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讲说，天哪，这是在自我感动吗？我觉得最适合的这个形容词叫什么？他们说行动艺术。行动艺术就像我们讲的这种快闪。意思就是说呢，这群人来这边稀里糊涂的砸了，对，贴着他们的脸开完大招，那什么事也没发生，就这样的扬长而去。所以他们心里想说，太抠了吧？你好歹给点钱嘛。但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讲说这个。现在对中国年轻人来讲哦，工作就算了，最主要的对象是什么呢？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另一半，没有办法结婚，也没办法生子。所以呢，他们为了要刺激这个现象，特别在这个村庄头绑了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的说，禁止没带女朋友的人回村的光棍。回村过年，我没有带女友，我不能回家。对，那我心里想说奇怪，男生就不能是我们讲黄金单身汉吗？但不管，他们真的这样搞，而且他们是用轮椅的方式哦，就守在门口。你如果敢进来哦，他们就直接把人赶走。甚至是呢，他们为了要去我们讲改善这件事情，对，还列了一个红榜单。那这个红榜单里面列的就是所有的光棍，他把它列成我们讲的红名单哦，因为红色喜气嘛。所以你仔细看哦，从来23岁。20岁来，这个就离谱了哈！这个不知道姓李还是李向东还是什么，叫84岁。84岁的光棍，对，他就把从20到不然20岁，我问各位，他不是还在读大学吗？你20岁结什么婚啊？太夸张了吧？那84岁你知道怎样啦？老来俏是不是？都不管，他就把它列为全部都列在这个光棍榜，然后跟你讲说呢，真的不能进来。而甚至是呢，他们还有什么？还有鞭策。也就是你今天如果是光棍呢，你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对不对？来，要一个一个排好。来，你看到这些底下的都是光棍哈，因为他们呢不孝，所以他们是在祖宗中心祠堂里面呢，对着他们开始圣爷卡称，开始还要被打，对，一个一个打屁股啊，这些不孝子孙呐，还没结婚呐，搞什么东西啊？啊，然后很多还有这种光棍哦，要去跪祠堂跟祖宗呢说一声道歉。我跟你讲，就是已经光怪陆离到这种程度。但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年轻男子哦，很多都不结婚吗？因为理由很简单，你如果结婚哦，你要整个我们讲的把整个全家的家底给掏空，你才有办法结。这是中国官方的一个文件哦。今年哦，2026年哦，1号文件哦，第1号哦，天字第1号，代表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跟你讲说，天价彩礼要量，再也不用掏空父母半生积蓄，因为每个中国人现在要结婚了，正好跟你想的不一样。比如说呢，你是男子，你要娶一个女生，对不对？你要准备房子，你又要准备车子，你要准备彩礼，你要准备所有的日常用资开销。所以呢，动辄他们哦，每次要结一场婚哦，最一般的人哦，你没有掏个100万，你结不到人。所以我今天不是我故意不，我今天故意是光棍。我今天不是不故意，我是故意不结婚，是我没有钱，我结婚，我要拿出我的身家财产，或者是我家，或者是我整个村的钱，
都来让你结婚用的。因为你今天遇到一个女生，她马上就问你说，你有没有车子啊？有没有房子啊？那车子房子挂不挂我名下？你彩礼准备多少钱啊？他们都会直接这样问男生，很像在卖东西一样。所以你知道吗？真的就有个男生捧着我们讲新台币175万人民币38.6万的彩礼，就去为了要去迎娶。那不然呢，就是有人拿这种74万了，就为了只是要结套婚。他是真的拿着，他捧着，对，175万去结婚的。所以中国他们不管是女生或者他们家庭，就一副卖女儿的样子。我讲这不夸张，来，这是他们统计数字，全中国适婚男性中约有3000万人面对找不到物件。他们把女生讲的跟那个房地产一样，像物件一样，找不到物件。然后呢，部分地区未婚男女比例高达2比1，就男生未婚，然后女生1甚至所以他们为了要突破这个现象，有人就是在市区里面先买一套80万人民币的房子，再准备30万的这个彩礼，所以总计呢，为了要娶一场婚，花了695万台币。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很诡异的现象？他说农村里面有3000万的男性找不到女方结婚，对，但是那这些女方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因为中国男女比将近快要1比1啊，他们去了哪里呢？全部跑到都市区，但都市区男生哪有那么多呢？对，所以代表说农村有多少男生是光棍，都市就有多少女生是剩女，而这两个现象变成是惨了吧？我看不上你，你也看不上我，我想要找高大上，我死不结婚，然后你在农村里面苦哈哈，然后要抱着100万才能结，所以现在中国新的一个阶级对立恐怕已经出现，因为共产党当时是我们讲无产阶级革命嘛，现在恐怕男女之间的这种阶级革命也要开始上演。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